每天凌晨4点，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，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。好了，啊，过来买。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？刚杀好，你说新鲜不新鲜啊？是啊，是很热啊，很热啊。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，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。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，它有一定的温度。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，到时候那个姜才起焦。猪肉切块充分冷却，搅碎摔打至起焦备用。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，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，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。就把它煮熟，煮熟了，到时候让猪皮是很麻烦的，这是关键的一步啊。不停的翻，它煮的那个就均匀哦。现在就煮好了。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，很亮的，很漂亮的。现在就过冷河。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，以获得脆爽的口感，称为过冷河。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，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。一点都不能有油的，搞得越干净就越漂亮的，越好的。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，批发水果、搬运工、包工头、开摩托车拉客。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，开汤粉店。经过30年的努力，如今全国有近100家汤粉店，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。熟猪皮刮干净油，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这个猪皮一定要晒得干，要晒5天到6天时间。晒得像这样，你看它透明的、铁亮的，熬下会断的，这生意的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用砂纸的爆下、炒下了，炒到它大冒烟，倒点把油下去，增加它砂纸的温度啊。下去马上就冒烟了，好吧？开始放猪皮了，火大点，火放猛一点。来了！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砂子的焙烤，迅速的蓬松膨胀，变得金黄酥脆。待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，张学胜置其入水，开始清洗。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，有点杂质啊、灰尘啊。第一个把它洗掉，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。现在猪皮去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，很干净了。
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，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，再放一层猪皮做面，这就是酿的手法。要蒸20分钟就可以了。蒸熟的酿猪皮，2层金色夹着肉糜，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，金香肉恰如其名。锅里入黄油，放入切小片的金香肉，煎至焦香扑鼻，3两知己下酒佐茶，其乐无穷。金香肉切薄片，黄豆芽与姜同炒，去除腥味儿。软身后加入水，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儿，加入金香肉，煮至发胀。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包，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。黄豆芽焖煮金香肉，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儿，反比金香肉更受欢迎。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香肉，蒸煮煎炸样样适宜，既丰富了餐桌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俾你查，我嚟睇一下啊。嗰啲牛雜幾錢碗啊？10蚊。我俾一碗啦。好。哦，都好香喎！呢啲好似細路仔以前食嗰啲味咁喎。牛杂，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，现在老广爱食牛杂，甚至超过肠粉。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，正不正宗，他最清楚。喂，你好。係啊。郭志雄做餐饮30多年，因为好味，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，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。哇！啲今日啲料幾靚喎。牛場最後一批牛，最新鮮嘅啲。牛杂也称为牛下水，就是牛的内脏。我哋點解要出水咧？因為出水咧，佢就將呢啲邋遢嘢啊，嗱呢啲個邋遢嘢咧，就喺個肺嗰度逼晒出嚟，逼晒出嚟。如果你唔出水咧，佢就藏晒喺裏邊嘅。我哋洗完以後咧，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，好乾淨嘅，一啲雜質都冇嘅，唔會邋遢嘅。你捽佢。一定要捽。过完水的牛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，变得富有弹性。仔细的反复清洗，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。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，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。牛杂要吃到嘴里，还得有一番功夫。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時間。牛肚嗰個肉質纖維咧，佢比較緊啊，就要落早啲，10分鐘以後，咁我哋就將牛膀啊、牛腸啊，咁啊就放落去咧，咁啊就一齊燜。焖好的牛杂，锅蓋未開，香味已然掩蓋不住。我哋燜呢班牛雜咧就燜好啦，好香㗎，但係就唔能夠馬上食用嘅，
1個鐘頭以後先能夠開始食用嘅，等佢充分入味。肠与肺弹牙耐嚼，肚与喉爽脆入味，牛膀松软甘香，不同的肉质纤维几乎统一，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。今天，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。咁啊，又嚟試試嗰啲牛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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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。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，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，他就追去哪儿。如今已经过了8年。應該是這一碗。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牛膀。牛杂里边有牛膀，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。牛膀要把它弄得很干净，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，是比较难的。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膀，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，很有嚼劲，有一股干香味。但是最后这一碗，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克做的牛奶。晚上，客人聚齐，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。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，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儿，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。